欢迎来到总教练的小纸条。从这届世界杯开打以来，我在网络上就常常看到大家用同一个词来形容这届诸神黄昏这个北欧神话中的著名桥段。随着比赛一路打到现在，我们也真的看到了许多位传奇名将一一退出了这个舞台，但是却有一位第一次打世界杯的球员，在这样略显伤感的氛围底下，不断地用表现创造历史，打出一场场惊呼众人的比赛，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叫厄林·哈兰德。而当我重新翻开北欧神话，我发现了一段让人惊讶的叙述。若把它套进本届世界杯，我感觉很多剧情似乎都开始合理了。这是关于一个魔兽的故事，它的名字叫芬里尔。在这段神话里，众神由于惧怕芬里尔的力量，用魔法锁链困住了他，并预言他将在诸神黄昏到来时挣脱锁链。而挪威哈兰德的国家上一次踏上世界杯是1998年，到现在已经整整28年，一整个世代被关在这扇门外，就像被魔法锁链死死困住的芬里尔。那么这一届世界杯，大家又是怎么称呼他的呢？没错，诸神黄昏。是不是开始有种连起来的感觉了？我们再回来看看这届世界杯，195公分，94公斤，却能像100米选手一样冲刺。职业生涯进球早就超过350颗，哈兰德每踏进一座球场，纪录就要被改写一次。各队的后卫看着他，是不是就像看到了众神惧怕的芬里尔？心里想，这个进球怪物到底是从哪来的呢？答案得从他的爸妈身上找起。先看爸爸这一半，他的父亲阿尔菲·哈兰德本身就是个职业球员，踢过诺丁汉森林、利兹联、曼城，还是挪威国脚。1994年那届美国世界杯，他就是成员之一。而小哈宝就是在爸爸效力利兹的那几年，在英格兰的利兹出生的。换句话说，他一出生就处在一个充满足球的环境里。但老哈兰德打的位置是右后卫和防守中场，身材不算特别突出。他给的是足球的智商，怎么阅读比赛，以及身为职业球员该有的标准跟纪律，还有一路上像个领航员一样，替儿子把职业道路一步一步铺好。至于那副怪物身体，是从妈妈那里继承来的。哈兰德的母亲格里玛丽塔·布劳特是90年代的挪威全国7项全能冠军，跨栏、跳高、铅球、跳远、标枪、短跑、800公尺，速度、爆发、力量、耐力全都要顶尖。所以你看他的挪威球衣，背上印的不只是哈兰德，是布劳特·哈兰德。哈兰德表示，他希望借由自己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让外界看见母亲在他运动员生涯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给予他应有的肯定。除了先天的优秀条件，再加上他后天养成一种近乎偏执的纪律，他每天要分成6餐，吃下6000大卡，非常注重食材的来源跟品质，会吃牛的心脏跟肝脏这类内脏，还喝未经杀菌的生乳，但不碰加工食品、含糖饮料跟酒。每天约10点上床，睡前要戴抗蓝光眼镜，睡满10小时，喝的水也都要经过过滤。不过这里面有一样东西，不只是纪律，是他打从心底的喜欢挪威鲑鱼。他在挪威长大，海鲜本来就是餐桌上的日常，鲑鱼是他从小到大的最爱。他爱到什么程度呢？人在曼城，还特地把挪威鲑鱼空运过去给私人厨师料理。这一届世界杯更夸张，挪威队直接从国内空运了大约300公斤的鲑鱼跟鳟鱼到美国的基地。他甚至还是挪威海鲜的官方代言人。先说一件会让你意外的事，哈兰德不是那种一出场就技惊四座的天才。故事的起点是他的家乡挪威，一个叫布吕讷的小镇。15、16岁，他在布吕讷的2队，也就是挪威的第4级联赛，18场进了18球，但那是青年队。一升上成年队之后，投16场，1颗球都没进。这时候的他就是个又高又瘦，还没长开的前锋。而且他还是个很晚才抽高的孩子，短短一段时间内就窜高了将近20公分，快到身体都还没跟上。真正开始把他打磨成型的是在莫尔德，这是支挪威顶级联赛的队伍，总教练是曼联传奇射手索尔斯克亚。在这里，
两件事开始发生。第一个是他的身体开始被认真的打造，一位叫伯勒斯滕斯利的私人体能教练从他踏入职业的第一步就接手了。因为他之前抽高的太快，身体是失衡的，教练说几乎得从头练起。结果他在短短15个月内增加了整整12公斤的纯肌肉，那个又瘦又高的少年开始往猛兽发展。第二，也是最有意思的，他开始恶补他最不会的头锤。这个195公分的大高个，早年头锤其实烂到不行，就是从这里才开始一点一点练起来的。技能有了雏形，进球数字也来了。在对联赛领头羊布兰恩那场，他21分钟就灌了4球。18岁，他去了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是在红牛体系之下。这是支擅长高位逼抢、快速转换的球队。这套打法把他身上速度的开关彻底打开。欧冠首秀对上亨克，上半场就演出帽子戏法，他成了史上第一个欧冠前5场全部进球的青少年。逼抢跑身后一碰就进，这个阶段的哈兰德是一台纯粹的、越来越可怕的终结机器。而他把自己操到什么程度？据他萨尔茨堡的教练说，他一天做300下伏地挺身，1000下仰卧起坐。接着是多特蒙德，2年半内他就进了86颗球。替补上场23分钟就一个帽子戏法，最年轻达成50颗德甲进球，20岁就拿下欧冠金靴。他的身体也还继续在升级，在这里他把体重从86公斤练到94公斤，正是从男孩长成了一个成年男人。但这个阶段真正的成长不止在数字跟肌肉，在他多了一项新东西，做球。有一场对法兰克福，他自己进2球，还帮队友助攻了3个。背身拿球，把球分出去，把队友串起来。他不再只是终结者了，他开始参与整套进攻。最后2022年他来到了英超曼城，到现在为止他已经为曼城打进超过160球。第一个赛季就以联赛36球打破英超单季纪录，跟着拿下3冠王。但更关键的是，在瓜迪奥拉的控球体系里，他学会了最后一块拼图——无球跑位，参与进攻组织。还有很多人以为他这种身材做不好的，在高位一起逼抢对手。讲完他技能的成长过程，我们接着来看看他在场上的踢法。哈兰德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终结，简单到不可思议啊！别人过人要踩单车，要假动作，做各种花俏动作，他不用，他甚至不用太多触球，球来了直接扣扳机。这届世界杯，他7颗进球里有6颗是球给到他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在网子里了。但他最可怕的其实是没有球的时候，他平常飘在防线的前缘，刚刚好避开越位，看起来跟比赛没什么关系，然后在1秒之内闪现到防线身后，出现在最正确的位置上。而且他光是站在禁区里就是一个威胁，他等于把对方2个中卫牢牢盯住，那2个人不敢离开他，空间就这样被他一个人撑开了。他同时在阅读4样东西：球、空间、敌方后卫，还有队友。在经过生涯中那几站的磨练，现在的他不只是禁区里的终结点，他会适时回撤到中场帮忙接球，让球过渡一下。他最有威胁的时刻，常常是飘到左半边那条肋部的时候。我们来盘点一下他的技能组：背身能护球，高位能逼抢，禁区能终结，再加上让他跑起来后很少有人可以拦得住。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给了他这么高的评价啊。讲到这里好像少了点什么，因为在网络上他其实是另一种存在。他最出名的一个梗是七龙珠里粉红色的大反派魔人普乌。早在2021年他还在多特的时候就传开了，剃短的头发加上进球张嘴怒吼，那个眼神跟普乌像到不行。有意思的是，哈兰德本人不但不生气，还亲自重现了普乌的招牌手势，留言说我是不反对啦。除了普乌，还有人形推土机、开了外挂的机器人，讲来讲去都是同一件事，它的效率不太像人类。我们来讲讲他的一些名场面。进球之后盘腿闭眼打坐，那其实不是耍帅，他是真的爱冥想，因为这会让他获得平静。但网友一律解读成机器人正在进行更新。本届世界杯对巴西那场，2队球员推挤吵成一团，哈
他老哥一个人淡定走到巴西球门边，拿起巴西门将阿利森的私人水瓶就喝，根本偷水大盗呀！而且这还不是第一次，小组赛对塞内加尔，他就偷喝过人家门将的水了。最扯的是重庆，网友把重庆那条穿楼而过的轻轨边境重庆必吃榜标记他居然真的录了一支影片，张大嘴巴假装把整列火车吞下去，最后还打了个嗝。光是那个吞轨道挑战，抖音就播了4亿8千万次。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这些梗会红成这样，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笑，而是因为他自己会下场一起玩。他知道大家怎么亏他，然后照单全收，甚至加码。这才是这个2亿欧身价的怪物变成全民梗王的真正原因。而这头场上的野兽走下球场，其实是完全另一个人。在这个大牌球星每句话可能都要想一下会不会毁人设的年代，他受访是出了名的面无表情，惜字如金，有话直说。多特时期常常1-2个字就把记者打发掉，这种面无表情在这届世界杯依然如此。小组赛确定晋级之后，挪威下一场要碰法国，媒体全在等一场好戏。他对上姆巴佩，就等他放句狠话，讲点火药味。结果呢，他淡淡丢一句：我现在不太关心那场比赛了，反正我们已经晋级，他们很可能会赢我们，很可能还会一路拿冠军。一句话把所有人的期待浇得干干净净。16岁那年，还跟青年队的队友一起发过一首饶舌单曲。但如果只是懂梗好笑，还不足以让这么多人真心喜欢他。真正让人买单的是这么红的一个球星，却一点大牌的价值都没有。他对每一个人都客气，队友说跟他在一起就像一群朋友出去玩，而且他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这届世界杯，挪威在美国的训练基地旁边有一群小孩在踢球，哈兰德看到了，就一次一次把球踢回去给他们玩。有一场赛后，他把自己刚刚穿的那件球衣脱下来送给一个小球迷，那孩子的表情你看了会融化呀。他说他想让这些孩子相信，有一天他们也能替自己的国家队踢球。而他回馈的方式也总是绕回他的家乡。他捐了175个礼盒，总值超过11万英镑，送给家乡超过1000个孩子，里面装着球衣、球裤、球袋、水壶。他还支持一个叫 Vivio 的组织，让唐氏症的孩子也有机会一起踢球、一起运动。在这支影片做完的时候，英格兰对挪威的8强战已经打完了，最后结果是1-2，挪威在延长赛中倒在了英格兰这关。而整场比赛最让大家无法理解的是这一个画面：半场前的一次快速反击，索尔洛特带着球冲向禁区，而在他附近就有队友哈兰德，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张开双手，只要一个横传，就是重新取得领先。但索尔洛特他没有传啊，所以这一次他没能笑到最后。但挪威这次的表现已经远远超过所有人的想象，而且哈兰德也才25岁。下一届世界杯，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可以看到他那些精彩的进球方式。你觉得这次挪威的表现能打几分呢？留言告诉我。这里是总教练的小纸条，让我陪你聊聊世界杯。记得订阅，开小铃铛，我们下个影片见。